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一到秋天就是板栗大量上市的季节。板栗无论是用来做糖炒栗子，或者是红烧肉，还是做黄焖鸡，都非常好吃。但是板栗去壳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几个给板栗去壳的小妙招，只要用手轻轻一掰，很轻松就能去掉，1秒一个，非常的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斤板栗，把它放入大碗中。今天买的板栗5块钱1斤，你那里多少钱1斤呢？像这种刚买回来的板栗，表面都是非常脏的，有许多的绒毛。虽然我们不吃壳，但是在烹饪之前还是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接着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板栗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拌至食盐融化。这里加食盐呢，可以让板栗里面的脏东西自己跑出来。抓匀后给它浸泡20分钟，泡出里面的杂质。20分钟后我们来看一下泡板栗的水已经变浑浊了许多，说明已经泡出了一部分杂质。接着再把板栗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，用手像这样搓洗一下。清洗一遍之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。我们先来分享板栗去壳的第一个小方法。准备一把刀，把板栗的根部这里浅浅的切上一刀，把这层皮给它切掉。我们切的时候不要切得太深了，浅浅的切刀就可以。如果切得太深，浪费太多板栗肉就得不偿失了。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，接着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往里边加入800毫升的清水，再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开以后把板栗放入锅中，我们再开大火把板栗煮一下，大概煮2分钟左右。如果时间不好把握，我们就站在锅边，在心里面默默的数数，120个数就可以了，不用煮太长时间，时间长了反而就熟了。那样我们再去给板栗去壳，板栗就特别容易散掉。1到2分钟的时间是最合适的。时间到了以后把火关了，再用漏勺把板栗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入盘中。这个时候的板栗会有一点点烫，我们给它稍微晾凉一下。当然如果不怕烫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包。中途我们用手来感受一下温度，如果板栗这个时候不烫手的话，我们就给它拿起一颗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非常轻松的就能把一个板栗给它剥出来了，而且剥出来的板栗还特别的完整，剥的时候也是特别的轻松。而且我还是一个没有指甲的人，如果指甲长的话会更加容易剥。这个方法是不是特别的实用呢？我们接下来再来给大家分享第2个轻松去板栗壳的好方法。把洗干净的板栗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然后准备一把剪刀，用尖尖的这一头在板栗上给它打上10字花刀，不要切得太深了，浅浅的一个10字花刀就可以。这一步有一点危险，我们切的时候注意不要伤到自己的手了。板栗全部切好以后，再准备一个空气炸锅，把板栗放入空气炸锅中，开口的一面朝上，给它均匀的摆满锅底。全部放好后再放入空气炸锅中，180度烤5分钟，不用时间太长。时间到了我们取出来看看，再把板栗放入盘中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时候的板栗个个都是开口的，我们再用手拿起板栗，2根手指轻轻一拉，板栗就自动掉出来了。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实用，真的是实现了1秒钟就能够剥一个板栗的好方法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第3个好方法。我们平时在切板栗的时候，如果力度把握不好的话，就会切得特别深，就会把板栗给它1分为2了，这样板栗就不完整了。那怎么样解决这个小问题呢？非常的简单，准备一个瓶盖，瓶盖要稍微深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再把板栗给它放进来，放到瓶盖中间。接下来把板栗给它切一下，板栗放到瓶盖里面以后，上面就会凸出来一截，然后我们再这样切下去，
切的这个高度就非常的合适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轻松，就把一个板栗给它切好了。这样切板栗真的是省时又省力，还特省心，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轻松。切好的板栗把它放入蒸屉上，也是切口处朝上，全部放好后，蒸锅水提前烧开，把它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打开锅盖，然后再用筷子把板栗给它夹出来，放入盘中。然后我们再拿起一个板栗，非常轻松的就能够把板栗壳给它剥掉了，而且里面的膜也非常轻松的就能够撕下来。这一个去板栗壳的小方法是不是也特别的实用呢？我今天给大家分享3个去板栗壳的好方法，每一个我都觉得特别的实用，但是如果要分哪一种最好用的话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喜欢第一种真的是省时又省力。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？包好的板栗我们不要浪费了，今天就用这些板栗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。先把包好的板栗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斤鸡肉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。像这种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鸡肉都需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这里加面粉呢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鸡肉表面的杂质，大概需要抓拌1-2分钟左右，抓拌至感觉有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鸡肉，把鸡肉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。接下来把鸡肉直接倒入锅中，加入姜片和葱段，再加少料酒去腥，倒入适量的冷水没过鸡肉，开大火烧开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给鸡肉焯一下水，这样焯水过的鸡肉吃起来没有腥味，会更加好吃。烧开后用勺子把表面的浮沫撇干净，撇干净以后再煮2分钟，2分钟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再放入热水中给它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浮沫清洗干净，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就开始炒了，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入葱姜蒜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再把鸡肉倒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开大火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，翻炒至鸡肉表皮微微发黄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准备一包这样的黄焖汁儿，把一整包的都倒进来，只需要加这个黄焖汁儿就可以，其他的任何调味料都不需要放。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让每一块鸡肉都能裹上一层黄焖汁儿。炒匀后再把板栗放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把板栗翻炒至入味，大概需要翻炒1到2分钟左右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板栗翻炒入味以后，再倒入适量的开水，没过板栗就可以，水不需要加太多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烧开后盖上盖子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。现在的鸡肉和板栗炖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把青红椒加进来，开大火收一下汤汁儿，用铲子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糊锅底了，直到把汤汁炒至浓稠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。非常好吃的栗子黄焖鸡就这样做好了。这道菜呢五香味型，成菜颜色橘黄，栗子又甜又绵，鲜美醇香，汤汁用来拌饭也是非常的下饭，做法真的是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